现在你看到的这张黑白老照片是发生在1940年11月19日深夜23时15分，英国布里斯托尔海峡上空6000公尺的画面。英国皇家空军第604中队上尉约翰·坎宁安正驾驶着一架漆成全黑色的布里斯托尔英俊战士重型战斗机，潜伏在厚重的云层之中。驾驶舱外的温度是-30°C，空气里充斥着高辛烷值燃油燃烧后的废气味和飞行员紧张出的冷汗味。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人类的肉眼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透过防弹玻璃向外看去，除了偶尔划过座舱盖的冰晶，什么都看不见。对于当时的飞行员来说，这种盲飞不仅是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心理极限的折磨。如果你稍微失去空间感，下一秒就可能坠入冰冷的大西洋。但在坎宁安的身后，那个狭窄憋屈的后座上坐着他的搭档，雷达操作员吉米·劳恩斯利。劳恩斯利把脸死死地贴在一个发着微弱绿光的阴极射线管屏幕上，那是一个代号为 AIMKIV 的机载截击雷达显示器，这在当时是全人类最顶尖、最绝密的电子科技。在那个充满静电干扰和杂波的圆形屏幕上，一个微小的跳动的光点正在缓慢移动。那是一架满载炸弹的德国空军赫111中型轰炸机，它正按照无线电波束的指引，准备把几吨高爆炸药倾泻到英国的工业城市考文垂。劳恩斯利按下喉头通话器的按钮，声音在电流声中显得格外冷静。他指示坎宁安向左修正，航向5度，保持高度。目标距离2000公尺，坎宁安极其轻柔的推动操纵杆，这架重达9吨的双引擎猛兽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难以察觉的弧线。英俊战士装备了2台强劲的布里斯托尔大力神星型引擎，但在接近猎物时，坎宁安熟练地调整了混合比，让引擎的声音融入风声中。他看不见目标，但他绝对信任后座那个绿色的光点。距离1000公尺，距离500公尺，突然在前方漆黑的虚空中，2个蓝色的排气管火焰像幽灵一样显现出来，那是德军轰炸机 Jumo 引擎特有的废气特征。紧接着，赫111那标志性的玻璃机头轮廓在月光下隐约可见。德军机枪手此刻正盯着下方黑暗的城市，完全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贴到了背后。坎宁安扣动了扳机，英俊战士机鼻下方的4门20毫米西斯潘诺机炮同时开火，在2秒钟内，数百发高爆燃烧弹像一条火鞭，精准地抽打在德军轰炸机的右侧机翼和机身上。夜空中瞬间爆发出刺眼的闪光，黑111的油箱被瞬间引爆，整架飞机化作一团巨大的橘红色火球，照亮了方圆几公里的海面。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甚至让坎宁安的战机都剧烈颠簸了一下。这是坎宁安在这个月击落的第3架敌机。当他驾驶战机降落在漆黑的米德尔瓦洛普基地时，地勤人员已经在停机坪等待。这一晚，不仅是坎宁安，整个皇家空军夜间战斗机部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初期，英国皇家空军在白天痛击了德国空军。作为回应，纳粹德国元帅戈林下令将轰炸行动转入夜间，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夜间闪电战。起初，英国人对此束手无策，在没有探照灯配合的情况下，战斗机飞行员在夜里找轰炸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统计数据显示，在1940年9月，英军夜间战斗机平均每出击100架次，才能勉强发现1架敌机。英国的城市在燃烧，民众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却听不到己方战斗机反击的声音。但是，情况在1940年冬天发生了诡异的逆转。就像坎宁安今晚的表现一样，英国飞行员突然间像是获得了超能力，他们不再是盲目巡逻，而是像长了眼睛一样径直飞向德军轰炸机群。德军飞机的损失率开始直线飙升，从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1%迅速攀升到5%，甚至更高。这种反常的现象立刻引起了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注意。第二天清晨，在基地简陋的新闻发布室里，闪光灯此起彼伏，记者们围住了刚刚走下飞机的坎宁安，所有人都抛出了同一个问题：上尉，你是怎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如此精准地找到德国人的？难道你有某种特殊的第六感吗？这个问题让站在一旁的皇家空军情报官瞬间紧张到了极点。他很清楚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坎宁安飞机上装的那套代号 AI 的机载雷达系统，这是大英帝国此刻最核心的机密。如果让德国人知道英国已经把雷达小型化并装上了飞机，德国科学家很快就能研发出反制手段，甚至开发出他们自己的机载雷达。那样一来，英国在夜战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技术优势将瞬间化为乌有，不列颠群岛将再次面临灭顶之灾。绝对不能说雷达，一个字都不能提。情报官看着坎宁安，坎宁安也看着情报官，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然后，这位后来被称为猫眼的王牌飞行员脸上露出了一个神秘而迷人的微笑。他想起上级在起飞前塞给他的一份奇怪的备忘录。坎宁安对着麦克风用一种轻松甚至带着点调侃的语气说道：“其实没什么秘密，我们只是吃了很多胡萝卜。”记者们愣住了。胡萝卜？坎宁安继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的，皇家空军的医生告诉我们要多吃胡萝卜，因为胡萝卜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如果你吃的够多，你的眼睛就能像猫一样在黑夜里看清任何东西。我每天都要吃掉几磅胡萝卜，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看见德国人。这个回答简直完美，他既解释了飞行员超长的视力，又充满了英国式的幽默和生活气息。第二天的英国报纸头条不再是神秘的秘密武器，而是我们要多吃胡萝卜。但此时此刻，没有人意识到，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将开启人类战争史上最成功、最荒诞，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战略欺诈行动。它不仅骗过了德国最高统帅部，骗过了希特勒，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骗过了全世界无数不想吃蔬菜的小孩子。当英国老百姓开始在餐桌上疯狂啃食胡萝卜，试图获得那种传说中的猫眼视力时，在距离伦敦几百公里的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南部的悬崖上，一场真正的物理学战争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只有巨大的钢铁天线和无数看不见的电磁波，而这一切的核心正是英国必须要用尽一切手段去掩盖的顶级机密雷达。在1930年代末，随着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所有军事强国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那就是轰炸机总是能够突破防线。当时的防空听音器和探照灯在高速轰炸机面前显得笨拙而迟钝。为了生存，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罗伯特·沃森瓦特接到了一个近乎科幻的任务，那就是研制死光武器，试图用无线电波烧死飞行员。当然，死光在物理上是行不通的，但沃森瓦特敏锐地发现，虽然无线电波杀不死人，但它遇到金属物体会发生反射，这就是无线电探测与测距技术，也就是雷达的雏形。到了1940年，不列颠空战爆发时，英国已经在沿海建立起了一道由钢铁巨塔组成的本土预警雷达网。这些高达110公尺的金属发射塔矗立在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上，日夜不停地向英吉利海峡上空发射长波无线电信号。这就好比在漆黑的屋子里打开了一盏巨大的探照灯，任何闯入的德军机群都会在雷达屏幕上留下光点。正是依靠这套本土链系统，英国皇家空军在白天的战斗中总能提前预知德军的来袭方向和高度。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不需要在空中盲目巡逻，浪费燃油，而是可以好整以暇地爬升到攻击阵位，给疲惫不堪的德国轰炸机群以迎头痛击。这套系统让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感到无比困惑，他感觉英国人的战斗机虽然数量不多，但似乎无处不在。然而，本土链雷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一套庞大的地面系统，精度非常有限，它只能告诉地面指挥官敌机群大概在哪个方格区域，这在白天足够了。因为飞行员飞到那个区域后，靠肉眼就能发现敌机，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个精度远远不够。地面雷达操作员只能通过无线电把夜间战斗机引导到距离德军轰炸机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这最后几公里成了横亘在英国飞行员和德国轰炸机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如果不解决最后几公里的精确定位问题，夜间拦截就只能是碰运气。英国工程师们意识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地面上重达几吨的雷达系统缩小，然后塞进战斗机狭窄的机鼻里，让战斗机自己带着眼睛去捕猎。这就是机载截击雷达，代号 AI。这是一个在工程学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期的雷达设备塞满了真空管和巨大的电容器，
极其脆弱且笨重。更糟糕的是，要让雷达天线装得进飞机，就必须使用更短的波长。因为物理定律决定了波长越短，需要的天线尺寸就越小，精度也越高。但在1940年初，人类根本无法制造出能够产生足够大功率短波微波的发射源。直到伯明翰大学的2个物理学家约翰·兰德尔和哈利·布特在一个充满灰尘的实验室里创造了奇迹。他们用一块铜块和几个谐振枪发明了一个手掌大小的装置，叫做多腔磁控管。请记住，这个不起眼的小铜块，它是盟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原子弹。这个只有拳头大小的磁控管能够产生功率高达数千瓦的厘米波段微波，其能量密度是当时任何现有设备的成千上万倍。这就好比之前大家都在用微弱的烛光在黑夜里找东西，而多腔磁控管突然给英国人手里塞了一把强力战术手电筒。有了这个神器，代号为 AIMK-IV 的机载雷达系统终于成熟了。它不仅体积小到可以装进英国重型战斗机的机鼻，而且精度高到可以在几百公尺的距离上锁定一架轰炸机的引擎。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坎宁安能够在漆黑的夜空中像幽灵一样猎杀德军的原因。他不再需要依靠地面模糊的引导，他自己就是猎手。但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多腔磁控管和机载雷达是英国皇冠上的宝石，一旦德国人知道英国人掌握了微波雷达技术，或者是击落了一架装有雷达的英国飞机，并发现了残骸中的秘密，凭借德国深厚的工业和科研底蕴，他们很快就能仿制出来，或者研制出专门的干扰设备。如果那个小小的磁控管落入德军手中，或者德国飞行员意识到自己被击落是因为无线电波而不是所谓的猫眼，那么不列颠空战的局势将瞬间逆转，盟军将在电子对抗领域倒退好几年。因此，英国情报部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绝境：一方面，他们必须大规模使用这种先进雷达来保卫城市；另一方面，每多一次出击，暴露秘密的风险就增加1分。媒体和公众都在追问战果突然提升的原因，德国情报机构也在疯狂搜集线索，他们急需一个看似合理、通俗易懂，且能够完美解释飞行员视力突然提升的借口。这个借口必须足够科学，让德国人相信，又必须足够简单，让老百姓能够传播。就在这个危急时刻，皇家空军的医生无意中提到的一份关于维生素 A 缺乏导致夜盲症的营养学报告，给了情报官们灵感。既然不能说是因为我们有能看见电磁波的电子眼，那就干脆告诉全世界，是因为我们的飞行员吃了神奇的魔法蔬菜。于是，一场围绕着胡萝卜展开的世纪大骗局，作为雷达这柄利剑的剑鞘，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说多腔磁控管是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里创造的奇迹，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心理学家在宣传海报上创造的魔法。地点转移到伦敦市中心的马莱特街，这里是英国战时资讯部的总部大楼。这座大楼在后来被乔治·奥威尔写入小说《1984》，变成了著名的真理部原型。而在1941年初，这里的官员们正在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心理诱导行动。他们不仅要欺骗纳粹德国的情报机构，还要欺骗几千万正在遭受空袭和饥饿折磨的英国国民。情报官员们深知，最高明的谎言从来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9分真话里掺进1分关键的假话。关于胡萝卜和视力的关系正好符合这个标准。从医学角度来讲，缺乏维生素 A 确实会导致视网膜视紫红质合成不足，从而引发夜盲症。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入过量的维生素 A 就能让人获得超越常人的夜视能力。这就好比给一辆汽车加满油，能让它跑起来，但你不能通过给油箱里无限灌油来让一辆家用车跑出法拉利的速度。然而，对于大多数不懂医学原理的普通民众和军人来说，这个逻辑陷阱是极其隐蔽的。于是，英国资讯部启动了全方位的宣传机器。他们首先树立了一个完美的超级英雄形象，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的那位空战王牌约翰·坎宁安上尉。坎宁安的照片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纸头条和杂志封面上。在官方发布的宣传照里，这位英俊的飞行员总是和一堆新鲜的胡萝卜待在一起，甚至有小道消息绘声绘色的描述，坎宁安上尉在每次升空作战前必须喝下一大杯特制的胡萝卜汁，甚至在战斗机座舱里还像吃零食一样啃着生胡萝卜。媒体给了他一个响彻全英国的绰号
猫眼坎宁安。这个绰号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他拥有猫科动物般的夜视本能。每一次坎宁安在夜间击落德军轰炸机，报纸就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是饮食疗法的胜利，而不是某种新式武器的功劳。坎宁安本人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虽然在私下里可能对这种荒谬的说法感到好笑，但在公开场合，他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胡萝卜代言人的角色，对此守口如瓶。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卡通形象，叫做胡萝卜博士。这个长着手脚、戴着眼镜的橙色蔬菜形象，迅速占领了英国的大街小巷。从地铁站的墙壁到防空洞的入口，从学校的食堂到家庭主妇的厨房，到处都是胡萝卜博士的教导。宣传标语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写着：胡萝卜让你在灯火管制中看得更清。这场宣传运动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的推行，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关乎国家生死的隐情，那就是大西洋海战带来的粮食危机。1941年，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狼群战术正在疯狂绞杀英国的海上补给线。大量运载蔗糖、肉类和面粉的商船被 U 型潜艇击沉在大西洋底。英国是一个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岛国，糖果、饼干和肉类变得极度稀缺，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但是只有一种农作物在英国本土不仅没有短缺，反而因为气候适宜而产量过剩，那就是胡萝卜。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根茎植物在英格兰的土地上疯长，堆满了仓库。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如何让习惯了吃肉和面包的民众接受这种寡淡无味的蔬菜作为主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掩盖雷达秘密的军事需求与解决粮食短缺的民生需求，在这个谎言中达成了完美的统一。资讯部告诉民众，吃胡萝卜不仅是爱国行为，还能让你在漆黑的街道上行走时不被绊倒，甚至能让你像空军飞行员一样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这套逻辑对于饱受灯火管制之苦的英国平民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为了躲避德军轰炸，英国所有的城市在夜间都必须保持绝对的黑暗，路灯被关闭，窗户被黑布遮挡，成千上万的人在上下班途中因为看不清路而摔伤，甚至发生车祸。现在政府告诉你，只要多吃这种便宜的蔬菜，就能在这无尽的黑夜里获得安全感，谁会拒绝呢？在这场全民狂欢中，英国人的饮食习惯被彻底改变了。家庭主妇们开始按照政府发放的食谱制作各种匪夷所思的黑暗料理，比如用胡萝卜泥代替砂糖制作的胡萝卜软糖，用掏空的胡萝卜制作的胡萝卜果酱，甚至还有胡萝卜馅饼和胡萝卜饮料。小孩子们虽然讨厌蔬菜的味道，但一想到吃完就能像猫眼坎宁安一样去打德国鬼子，也都乖乖地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甚至都参与了进来，虽然不是直接受命，但也制作了相关的动画形象来推波助澜。这种文化氛围甚至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连华纳兄弟的兔八哥在那段时间里啃胡萝卜的动作，都无形中加强了胡萝卜与视力敏锐之间的联想。就这样，一个为了掩盖高科技雷达而编造的军事谎言，在饥饿和恐惧的催化下，变成了一种全民信仰。英国民众真诚地相信，是他们盘子里的橙色蔬菜保卫了不列颠的领空。而在海峡对岸，纳粹德国的情报分析员们看着手里这些铺天盖地的英国报纸和宣传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们原本怀疑英国人开发了某种新型红外线探测设备或是无线电定位装置，但摆在眼前的证据却如此一致地指向了那个荒诞的结论。德国人严谨的思维逻辑在这里出现了漏洞，他们难以相信英国人会动用国家机器去撒一个如此违背常识的谎，除非这根本不是谎言，除非英国科学家真的发现了某种被德国生物学家忽略的生理机制。在这场智力的博弈中，最昂贵的雷达技术被藏进了最廉价的菜篮子里，而德国空军即将为他们的轻信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大不列颠的民众正在为了夜视能力而疯狂咀嚼胡萝卜的时候，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纳粹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的气氛却阴沉得如同柏林的冬日。时间回到1941年中期，德国空军夜间战斗机总监约瑟夫·卡姆胡贝尔将军正对着办公桌上的损失报告发愁。数据是冰冷而残酷的，在他引以为傲的夜间轰炸行动中，He-111和杜217轰炸机的损失率正在以一种不可理喻的曲线攀升。最让德国专家感到恐惧的不是损失本身，
而是损失的方式。幸存回来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汇报中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他们说，英国人的战斗机就像是从虚空中突然跳出来的幽灵，没有探照灯的光柱扫射，没有地面高射炮的预先警告，甚至连夜光弹的轨迹都还没看到，飞机就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炮弹打成了筛子。德国空军技术部立刻对这些战例进行了复盘。按照当时的航空常识，要在时速几百公里的夜间空战中通过肉眼发现目标，必须借助月光或者探照灯，但英国人似乎打破了这个物理定律。德国情报机构阿伯维尔开始疯狂运作，试图找出英国人是否装备了某种新式武器。很快，摆在德国情报官案头的不是复杂的电路图，而是一堆从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搜集来的英国报纸。这些报纸的头版头条无一例外都在歌颂那位猫眼坎宁安以及那个神奇的胡萝卜素理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拙劣的玩笑，但在情报分析领域，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未知，而是半真半假的信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那种刻板的严谨，在这里反而成了弱点。德国军医和生理学家迅速对胡萝卜理论进行了验证，正如英国人预料的那样，德国科学家的结论是，摄入维生素 A确实有助于视网膜视紫红质的再生，理论上能改善微光环境下的视觉敏感度。这个科学结论成为了压垮德国人怀疑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既然理论上说得通，既然英国王牌飞行员现身说法，既然英国举国上下都在推广，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一个被英国军方通过特殊提纯技术放大了的生物学突破。于是，荒诞的一幕在德国空军的基地里上演了。为了不让英国人在夜视能力上独占鳌头，德国后勤部门开始向空军食堂供应大量的胡萝卜。那些原本应该享受香肠和啤酒的德国飞行员，现在不得不像兔子一样，在起飞前被强制要求食用胡萝卜餐。指挥官们甚至会检查飞行员的盘子，确保他们摄入了足够的维生素 A， 以便在黑夜中能比英国人哪怕早1秒钟发现对手。这种对生物学解决方案的盲目追逐，掩盖了德国在电子对抗领域真正的短板。事实上，德国并非没有雷达技术。德国早在1930年代就研制出了性能优异的地面雷达系统维尔茨堡，但在机载雷达的小型化方面，德国远远落后于英国。这其中的关键差距就是那个英国人拼命掩盖的多腔磁控管。因为没有磁控管技术，德国的电子工程师无法产生高功率的微波，他们被迫使用波长较长的米波雷达，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空气动力学问题。根据物理原理，雷达波长越长，所需的天线尺寸就越大。当英国的英俊战士和文式战斗机凭借着内置在机鼻内的微波雷达，保持着流线型机身在夜空中高速穿梭时，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却像是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把笨重的利希滕斯坦 BC 型雷达装上飞机，德国工程师不得不给 Bf-110和Ju-818战斗机的机头装上巨大的类似鹿角一样的金属天线阵列。这套名为床垫的巨大天线结构严重破坏了飞机的气动外形，导致战机的最大飞行速度降低了至少每小时50公里，机动性也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由于缺乏对英国微波雷达存在的警惕，德国飞行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装备针对性的雷达告警接收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电磁波束锁定。当他们在座舱里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努力睁大眼睛搜寻暗夜中的黑影时，英国战斗机已经利用分米波雷达悄悄切入到了他们的盲区。直到1943年，也就是胡萝卜骗局开始2-3年后，德国人才在一架被击落的英国轰炸机残骸中发现了一个未被完全炸毁的 R2S 雷达组件，并在其中找到了那个令他们震惊的多腔磁控管。德国科学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英国人所谓的猫眼根本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蔬菜，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制造便携式微波发生器的核心科技。但此时为时已晚。在那宝贵的2-3年时间里，英国皇家空军利用这个由胡萝卜构建的信息迷雾，不仅成功保卫了本土的夜空，还为盟军的战略轰炸机部队争取了完善机载雷达技术的时间。德国人在胡萝卜上浪费的每一分精力，都在电子战的赛道上被盟军甩开了一大截。这场关于势力的军备竞赛，从一开始就被英国人巧妙地从物理学领域转移到了营养学领域。而在战术层面之外，这个谎言的副作用还在德国社会中产生了微妙的回响。随着战局恶化，
德国国内的物资供应也开始紧张。既然元首的飞行员都吃胡萝卜，那么这种廉价的蔬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国平民餐桌上的主食。从某种讽刺的角度看，英国人的宣传战不仅骗了德国空军，还无意中帮德国政府解决了一部分的粮食配给难题。只是当那些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驾驶着挂满天线的笨重战机，在夜空中被装备了先进雷达的盟军战机击落时，他们到死可能都在困惑：为什么我都吃了那么多胡萝卜，还是看不见英国人在哪里？1945年，随着柏林的硝烟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当盟军的占领军接管德国空军的档案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哪怕是在第三帝国崩溃的前夕，德国的情报档案里依然充斥着关于英国飞行员饮食习惯的详细调查报告。纳粹直到最后时刻都在试图搞清楚那种神奇蔬菜背后的生物学奥秘，而忽略了就在他们头顶上空飞舞的电磁波。直到战争结束数年后，随着西方盟国开始逐步解密战时的部分技术档案，那个被隐藏在重重迷雾背后的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公众第一次得知，那些在黑夜中守护不列颠的神奇猫眼，并不是因为摄入了过量的胡萝卜素，而是源自那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铜制核心元件多枪磁控管。这个被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评价为对盟军胜利贡献超越原子弹的发明，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陪伴了他们整个战争岁月的健康饮食建议，竟然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欺骗。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复盘，胡萝卜行动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信息不对称战争。英国情报机构资讯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凭空捏造一个不存在的事物，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人类认知中的盲区。他们利用了一个真实的医学常识，也就是维生素 A 对视力的保护作用，将其无限放大，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这个闭环强大到连敌人的科学家跳进去都爬不出来。它成功地掩护了雷达这一核心技术的代差优势，长达3年之久。在这3年里，德国空军为了验证和追赶这种并不存在的生物学能力，浪费了宝贵的科研资源和时间。而对于处在生死存亡边缘的英国来说，这3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然而，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战时的欺骗，而在于这个谎言在战后的奇幻漂流。照理说，当真相大白之后，胡萝卜的神话应该随之破灭，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原本用于欺骗纳粹的情报武器，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退役，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战后的英国和欧洲物资依然匮乏，食品配给制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代。在那个缺乏肉类和糖果的年代，便宜、耐储存且产量巨大的胡萝卜依然是家庭餐桌上的主角。对于战后的第一代父母来说，那个战时留下的宣传口号依然是最管用的育儿法宝。试想一下，当一个挑食的小孩子面对盘子里煮得软烂、味道奇怪的胡萝卜试图抗拒时，父母只需要说上一句“吃掉它”，你就能像飞行员一样在黑夜里看清东西。这就足以让大多数向往英雄的孩子乖乖张开嘴巴。这种代代相传的家庭教育，让胡萝卜名目的说法深深植入了现代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直到今天，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吃胡萝卜有什么好处，他们下意识的回答依然是会对眼睛好，能提高夜视能力。尽管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辟谣，指出对于营养均衡的现代人来说，额外补充维生素 A 并不能让你获得超能力。吃太多的胡萝卜除了会让你的皮肤变黄之外，并不会让你变成约翰·坎宁安。但这个源自1940年的军事谣言，其生命力之顽强甚至超过了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厮杀的钢铁战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骗局，而变成了一个温情的文化符号。它提醒着我们，在那个残酷的战火岁月中，人类是如何运用智慧，将最前沿的冷酷科技与最朴素的生活常识结合在一起，去对抗那个看似不可战胜的法西斯战争机器。当我们今天再次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那些橙色的根茎蔬菜时，或许应该对它们肃然起敬，因为在80年前，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胡萝卜，在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里，充当了保护雷达秘密的盾牌，帮助自由世界挺过了至暗时刻。这就是二战中最荒诞也最成功的胡萝卜夜市骗局。如果你也觉得这个骗了希特勒80年的故事很有趣，请一定要帮我们在下方按个赞，这能让算法把影片推荐给更多热爱军事历史的朋友。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用类似的理由骗着吃过蔬菜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精彩的军事历史解说了。我是战争启示录，我们在下一个被历史尘封的档案袋里再见。